好了，那么大家好，我是小狼。那么看着这个画面啊，知道小狼也是现在励精图治啊，传说中呢也是在做咱们视频啊，包括咱们优酷和其他的平台啊，包括做直播啊，在这里呢，小狼也是非常的艰辛啊，一个人身兼两职啊。每天呢，现在小狼呢是在斗鱼做直播，希望在这个优酷的听众可以来支持小狼一下。每天晚上在小狼直播的时候，小狼大家伙儿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说是这个电脑啊，你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网页，小狼呢就是斗鱼.com 啊，3w 斗鱼.com -97，也就是说在斗鱼的97号房间，在格斗游戏当中呢啊，这个可以在晚上小狼直播的时候，小狼一般会在晚上6、7点钟左右啊，尤其是7点钟左右，一直到直播到深夜啊，大家伙儿可以来支持小狼一下。小狼可以做一些这个拳皇格斗，或者说一些街机的这个视频解说，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来支持。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呢，这个最好是帮忙找一个什么这个电脑啊或者手机啊，这个来这个帮助我，也可以在 APP Store 或者说这个很多市场里面去下载斗鱼 APP， 然后输入小狼的直播间。小狼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小狼的关注也是非常的高，然后呢，这个在线的话，这个鱼丸也还可以啊。那最近呢，这1个月呢播的还是非常艰辛，希望大家伙能为了小狼的人气多来播一下。如果小狼的人气高了的话呢，可以在这个。也可以变成这个视频的日更狂魔，这也是我刚刚做好的叶枫和这个臭臭的这个片头，大家伙儿可以试听一下啊，这个你们懂的。他都是为了这个防止小狼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艰辛啊，在这里呢，希望大家伙儿呢能够来支持我一下啊，您的一点点帮助对于我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小狼的人气上来的话呢，每天的工作量呢，虽然说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不用那么费心，然后大家伙儿呢能来支持我一下，我打会儿拳皇，打会儿水友，或者解说一些比赛，或者说玩一些这个街机游戏啊，解说一些大神的游戏，大伙儿如果来支持我的话呢，人气到了某一个这个位置，或者说人气非常高的话，小狼就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去钻研怎么把这个日更狂魔的小狼给召唤回来。那么下一部视频呢，咱们在这个视频最后呢也会做一个讲解，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支持小狼，咱们来看视频吧。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也是给大家伙儿带来一个非常好淫贱、好淫荡、好猥琐的一个视频啊，就是来自于臭臭和叶枫的他俩的传说中的吊打低能臭系列啊。其实这个系列呢，平均每星期就可以看到1次，我呢基本上一共没做过几次啊。这次做呢，实在是有好多人说小狼，你做点什么那些无规则的啊，把那些什么都带的就都上来啊，就是干。我说这玩意儿好啊，对吧？你包括在挑衅啊，你就这个事儿我不说谁知道啊？当然这个比赛呢，实话实说，这个有异性呢，可能你要是说他强吧啊，严格来讲呢，确实吧，就看谁先抓住那个点。不过，但是对于竞技的游戏来说呢，说实话，你比如说制定一些规则，它都是为了这个防止某一些技能或者说套路有一些东西变得过于强大。你比如说你选这个特瑞啊。你比如说你选这个特瑞，基本上撞着了，如果不装逼，你看刚才就是装逼了，知道吧啊？如果不装逼的话是不会死的，能晓得的啊？不装逼的话是不会死的，所以说你不能说不会死，比如说你撞着之后，那你撞着了之后，人家就必死啊，无限连撞，我操，那你扯啥呢啊？你尤其是像选什么。你像选这草地精也会无限连，当然这草地精无限连的没有那么强势啊。它除了那个必杀不是很饱之外啊，再有就是呢，它的那个伤害也低，治愈能力也不高啊。你像这特瑞这个人，我是不是啊？和我下 Rise Suck 是赖啊。他们撞的，很多人说他们撞那么稳吗？小孩都非常稳，不过他们比这个小孩撞要稍微赖一点。就是小孩撞是怎么撞呢？就是下轻手或者下重手接撞，那种撞呢，说离得近点可以无限连撞就直接撞晕啊，6点钟攻击。比如说加上第1点下重手，或者说重手前轻手那一点那更不算啊，就是那个意思。但你如果算撞的话啊，他为什么说站轻手？咱们看啊，站轻手往前撞。为什么站轻手就是无论打多远都能撞着？因为站轻手呢是可以装逼的，知道吧？啊，就是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先拉住后斜下，然后摇杆回中站轻手前倾腿，马上再拉住后斜下，摇杆回中站轻手，然后前倾腿，马上再拉后斜下。这个呢就是你不要在拉前的时候点轻手，你要回中点轻手，然后前倾腿。其实也没啥难度，就是看你节奏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你原地站轻手前倾腿的话，你可以往前移一下。
就你会发现你比那个下轻手啊要原地蹲着不动要好啊，要往前移一下，所以说就可以无限连撞，不管你第一下撞的多远啊，之后都能连上，就这个比较屌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比赛呢是好的哈，两个人都不要脸啊。其实正常来讲选无限连的人呢，你像龙二啊、特瑞啊。像草剃精啊，像这些人，实话实说啊，就是还是特瑞比较屌。特瑞这人上手快，你像刚才叶枫明显是装了一些逼啊，就可能是打晕之后呢，考虑到对方的援助或者考虑一些问题啊，可能是这个没过去打一点。其实像那种啊，咱们看这要不认了，直接一套就是秒。升龙练不好也是容易死得很惨啊，上来就是一个1v3的局面，0-1落后之后，刚才那局叶枫完全就是特瑞啊，就特瑞撞着之后啊，就确实屌。其实呢，他们还是玩的太过于矜持了，还可以选超八神没选，超八神也是无限连的啊。就很多人说小狼超八神有气儿的话怎么无限连？那你要那么说的话，那对吧？你有气儿的话呢，其实一套招也有晕的。你比如说跳正腿、重手、前一手、接胯三式，你除非是打大猪啊，否则其他人都是会晕的啊。再有一点呢，你像这个本身啊，就是超八神有气儿，你爆气儿呗，对不对？无所谓了啊。而且速度还快。当然超八神还没选，一会儿会选呢，兄弟们啊。大家咱们可以看到0-1。这一局上来呢，臭臭是一个1v3局面，但是叶枫呢，整体实力要跟臭臭比的话呢，确实差太多啊。一个是 S 级别，一个是一线守门员，整差了一个级别啊。你就是你像说差半个级别，可能都很大了，一个级别那太嘚了啊。就好比什么呢？我跟臭臭差2个级别，那臭臭随便选5弱都能打过我啊！你这个真是啊，这个意思。当然，很多人说小拉你最近太狗了啊！上一部呢，我要跟上一部的这个实况啊道一下歉啊，没有写那个比分。这比赛的1P 2P，实话实说倒也无所谓啊，就是比分都没写，确实挺不好意思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啥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更新的比较慢。那最近呢啊，这直播呢确实做的比较频，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伙啊，这个多去支持我一下啊。如果说大家伙呢，你比如说现在能听到我直播的人，晚上你不管你是有手机啊，还是有什么传呼机、电视机啊，什么 Pad 还是电脑。你就帮小狼这段，你去看看小狼啊。比如说你不看的时候，你可以挂那儿啊，对吧？也是支持小狼嘛，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只要有人气的话，小狼就可以这个不用这个太把也不能说不用啊，人气高点特别好。当然人气低一点的话呢，小狼这个任务完不成啊，所以说比较苦恼。再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抽出时间的话，如果小狼这个人气到位了啊，就是可以抽出时间来做视频，日更狂魔也不在话下，兄弟们啊。所以说大家伙呢就可以去斗鱼的97号房间啊，斗鱼的97号房间。啊，就是比如说你在斗鱼格斗区啊，基本上可以看到前几名，可以看到我啊，或者说斗鱼有时候也能上首页啊。再有就是斗鱼的97号房间啊，就是可能大家伙懂的话，你就去研究一下啊。注册一个号呢，可以跟小狼呢晚上进行沟通啊，小狼也会呢给大家伙多做解说，讲段子啊，陪大家伙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啊。如果说你单身的话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啊这个比赛呢已经到了1-1。刚才呢臭臭由于这个千鹤玩的啊。太过于嚣张了啊，所以说就只能说比较屌啊，就是最终呢是获胜。当然这一局呢，你可以看到叶枫玩了个心眼儿啊。这个要说无限连呢，实话实说啊，这个玛丽也有无限连，但是玛丽呢只能打这个千鹤、克里斯、大猪，像这种类型的角落的时候，千鹤倒没有必要，但是其他人呢就必须在角落里面啊，角落里面的无限连是厉害啊。他怎么连呢？爆抓之后林拿，然后再爆抓，然后再林拿，再爆抓，就是这么无限连。但如果说你像那个，如果说是那个，你比如说如果是。你啊这么说吧，你比如说，如果是八神的话，很多人说八神可不可以连？八神跟克里斯的起身时间一样，他按理说呢也是可以连啊，但是由于八神起身时间这个速度呢，跟这个克里斯呢是一样，然后再加上他起身有一个指令头，指令头他就非常厉害，他起身可以抢抓，这个玛丽呢抢不过这个八神起身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两个人都压剑的话，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呢两个人打的看似差不多，但是叶枫刚才明明是浪费了一个这个无限连撞的机会，对方的这个无限撞确实有一点不好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像对方有这个起身的时候呢，有援助，你怎么办？
其实起身有援助也无可厚非啊。你比如说起身用站重腿压的话，援助根本就叫不出来的，因为他根本就连晕眩的那个时间都没有。但是你要离得远一点就差点了。当然也可以骗，这东西是互相博弈啊。你比如说你骗的话，就是上来人就叫援助，你可以先防住那个援助，然后再打。也有一些人是啥呢？就是上来啊，就是吧，就可以闪身过去也可以。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撞着之后随便了啊。最后能量分权，特瑞这个人就是，当然呢，要说撞着人啊，这个你要光用撞的话呢，可能也就打什么千鹤大门有机会。其实多数还是依靠什么下轻手啊，什么包括一些这个骗对方出招啊。你比如说，你像那个特瑞有一个神技啊，就是升龙，如果你升龙压得准，对啊，那你对方过不来，站轻腿配升龙啊，就无敌了啊。但是你升龙一个不小心，那就扔给对方机会。咱就说别说特瑞了，你给龙二一个机会，龙二踢杀踢死你，对吧？好了，可以看到1比2的比分，这一局叶枫上来又是一顿后我插 ，Reggie 接的话呢是有这个加气儿的效果，但是对方呢被打也有加气儿效果啊。当然也无所谓，被打的话加气儿啊应该是非常少。可以看就是撞。这玩意儿就是撞到死啊，就撞到就死，一顿铁山靠，下手助词。千鹤呢，这点他选，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赖啊？千鹤选，哎，大哥，千鹤选他赖点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这个裸杀。Reggie， 哎呦我去，是赖啊！这个叶枫控制能力非常强。其实你看这个特瑞粘到一个下轻手啊，就来了。一个下轻手步步高啊，接上一个能量冲撞，那就是赖。重腿也一样，一个重腿。或者说你像那个大门愿意练什么跟反呢？或者说千鹤愿意练远距离助词，前特瑞直接撞过去，哎，怎么看呀？臭臭的这个特瑞居然是没有撞完啊！这是很哎呀，送就死啊，晕了，可以爆气。咱们看这个就是锻炼自己节奏的后我插，再后我插 Reggie 无所谓啊，就是这玩意儿鞭尸也行，就是干，就是1比3的比分。这个应该说看得出来啊，就特瑞来讲呢，臭臭应该是有点懵。我记得以前臭臭拿特瑞是当过主力的啊，而且呢，这个曾经他也是跟这帮人打过，就是怎么开枪啊，就是我允许社会打法啊，也确实挺牛逼的啊。但是包括超八神都选了，但后来啊，发现有的人就是真的是你就都社会打法，你选超八神啊，包括人家不社会人也行。好了，这有无限鬼，哎。刚才那种情况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接重手再抓过来了。你可以选择重手接抓3神，直接就晕了啊！臭臭呢有点太相信自己的这个鬼步实力了。八神这个鬼步呢，其实跟超八神不一样，超八神是特别稳的，你打任何人超八神都可以啊，就是最少你治晕是没问题的。你要说打这个，你像八神的话，你只能打草剃啊、真雾啊，像什么小草莓啦。啊，或者说是像克里斯啊，这大蛇什么，这可以。但是你要是说打特瑞也可以，你看第一次连他确实是连得好，但是这个人毕竟扔着还是稍微远一点，节奏掌握的不太好啊。当然，如果要是什么猴子、什么 King 啊，什么那个什么板崎良，那就更白扯了，那纯属扯犊子那是啊。好了，你看战臂配升龙，标配啊。这个战臂配升龙的欺负什么样的人呢？我告诉你，欺负像什么这个千鹤啊，没有远距离快速牵制的，你像大猪可以打个什么，对吧？站轻手什么，千鹤就可能稍微恶心一点了，下重手的距离还没有人家站轻腿远，所以说特瑞就是一顿站轻腿，然后边升龙啊，这是一个套路啊。大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1比3的比分，后我插回身背刚，擒掉地，刚过来一顿顶，好啦，再后我插。直接打晕啊！下轻手，加轻手，站轻手，我去你妈！我操！这一个背向啊，这当然打克里斯还能再多一点，但是这个背向一顿下轻手，下轻手，下轻手，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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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手啊，3个站轻手不是4个，3个，然后那个传说中的步步高，然后我操，是真赖啊！这个手法秀的我给他满分啊！大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臭臭又是选择了还是巴赫特啊。这个八神，其实打特瑞的话，八神呢就感觉你这么玩的话，这个角色有点像包子的玩法。哎，哥哥，好了，还是打乱斗，起身发不可防御波。当然很多人啊，好的直接晕了。哎呀我去，臭儿这逼愿意挑衅啊，不是，当
当然这个规则是什么都带的啊。但是我想说啊，你赢了吧咋都行，输了就是挑，能挑成啥样啊？是不是啊？多嘚儿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现在是下重手搓地板。这个八神这个人物啊，这个其实你要说，哎，对，就这个。像打这个特瑞那个人就是100%，你起跳100%死的。打玛丽不一定，因为玛丽呢跳轻腿可以破，啊，所以说你看玛丽经常跳跃的时候呢不出招先出轻腿，这也是叶枫的招啊。但你要是说那个你要跳重腿跳重手，那你会死得很惨。你像克里斯跳 CD， 猴子跳 C， 丽安娜跳 C， 大门跳 D， 加设跳 C， 这都是可以破八神的必杀，但其他的人就白扯。你像草地精跳起来，你练嘛，累死你啊！就是你只要跳起来落地的时候，人家咔一个稀里咕哩的，你就嘎逼打了啊！裸杀的也是个好招。咱们看这回臭臭呢啊，这个确实一个八神操控性还可以，但是对方的八神毕竟是4S 八神啊，这个要说都带的话呢，只要不被你特瑞撞到，我感觉叶枫应该是没问题的。1-5的比分，看看现在臭臭的千鹤，哎，你没发现吗？社会打法非常快啊！哎呦我去，开局玩心眼儿，开局一个站正腿八神，掏裆手轻轻手，哎就闪身。这裸杀就在这一点啊，就是它有很多无敌边招。你练什么招，我练这个就是无敌的，我不用我距离近距离远我都是无敌的，因为我瞬间定屏，然后马上窜过去，爱咋地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局也不一定。八神打特瑞的话呢，说句实在话啊，现在这点血量呢，我感觉叶枫的这个胜率呢是一半一半。它跟满血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特瑞吧，它是满血，你就是你满血和他满血都是一样的，你只要不被他撞着就行。当然呢，这个被他撞着之后就是死，你满血被撞着也是死，最后一个人嘛，不可能会出来援助啊。咱们可以看先臭臭这种打法，我建议臭臭就算有无限连也不用考虑撞的问题啊，还是考虑就一点点打，因为毕竟他这个站轻腿啊、步步高什么的恶心。百合者一个抓重手直接接葵花。起身下臂下 A 有晕点，完了，有晕点，臭臭这个闪身我都不知道真事儿啊！就咱们看这个防空，跟百合遮拼，明显是自取其辱啊！然后呢下臂下 A， 然后不动，这个闪身，你可不可以认为这个臭臭比较慌？他认为这个对方的八神会下臂下 A， 然后出小葵花，或者出前轻手啊等等类型的手，或者出波。啊，他可能要能量闪身，结果可想而知，死的老惨了。哎呀，刚才臭臭的千鹤上来站正腿被裸杀，这回上来站正腿被那个，哎，叶枫，哎，叶枫，啊，叶枫可逗死我了啊！后我去 ，Ready Circle 双晕，1-5之后，咱们看叶枫好恶心的啊！我要是臭臭真事儿，我就摇杆砸了啊！太他妈气人了！哎，你看最气人的是啥呢？他也不挑衅，哎，还让你输的刺挠的啊！就这搁我臭说话就是输的刺挠的啊，就是妈抓心挠肝的啊！又晕了，哎，好了，还打了一个木鸭，下轻手软木鸭接站重腿，后我插接 Ready Circle， 你看这个撞骗闪身。直接撞对方影子，咱说这个呢，就是对战经验的问题。其实也不能说臭臭的想法，臭臭认为，其实我跟你说，这就是两个人心态的问题。叶枫认为100%能打过臭臭，所以说他练的招呢，多少吧，他有点奔放。而臭臭呢，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打，我打不过他，我稍微猥琐一点，然后呢，我该拼的时候呢，就是我认为他会后跳吧，但是他不后跳。因为对方完全在心理上就压制了啊，这个在心理上有效应的。哎，咱们看一下叶枫这一局，哎，好像有点儿，好像是咋抽烟烫手了啊？估计是啊。虽然说我知道他不抽烟啊，但是给人一种感觉是抽烟烫手啊。你这就纯属扯犊子。来看看现在面对玛丽，跳 C 过来下重手，后我插下重腿，直接搓地板一个夹。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特瑞这个人，好的下重手再搓地板，这臭臭也真是没谁了啊！反正是刚才呢，让一个特瑞也打不了啊，真是嘎逼打了，1-6。臭臭，咱们看一下八神，以我对我臭的理解，就应该快要上超八神了啊，应该快要超八神。超八神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超八神也有无限连。
他打你，你选什么人我都无限连啊，连你就对吧？我只要没有气儿，我抓过来鬼步去重手，再抓过来鬼步去重手，先一手葵花三式啊，必死啊！你就必晕，晕了你还不死？我重手抓过来再葵花三式你都死了，或者接必杀，因为本身必杀对于这个气儿对于超八神来说用处不是很大啊。这而且超八神的必杀呢也血非常多，但是注意一点啊，超八神的必杀前面挠的那几点血少，最后咳那一下血多啊。这个普通八神是挠的时候血多，咳那一下血呢也不少啊，但是没有超八神那么多而已啊。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臭臭的八神还是属于巴赫特的棋手，但是打这个叶枫啊还是有点怎么说呢，心里没有底。对方有一个八神在身后就非常恶心，跳臂正手前一手，这个波发的，有的时候这个哎哥。他有的时候我觉得臭有点过于自信啊，自信再多的变成自枪了，哥们儿啊！夹下来一个侧，这个侧智商，我觉得叶枫也是有点想多了啊。叶枫经常啥呢？一个正摇手就是俗称侧智商，侧中了之后吧，他开直播的时候，或者说他开始了，你就这智商啊，就开始埋汰你，这没测准的说，哎呀我去，小伙反应挺机敏的，就那种感觉啊。一丝儿血小葵花，这招是无敌招啊！这招发必杀起身裸杀，我不知道是不是无敌招，但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可以发必杀啊。这个臭臭没发。来看现在千鹤开局战地，远距离跳过来下手助词，直接一个飞身前跳地卡空，直接这是打你空中不可防御，这也是好招啊！直接打晕，好的挑线。哎呦我去！这要装逼的话，刚才可以啥呢？可以一个下重手，可以一个助词，然后直接接必杀。咱们看这招帅啊，还能磨一点。这个对方没有能量闪，也没有钢 CD， 下手直接打晕。气儿满的话，他爆气啊，没，这不是气儿满，就一颗气啊。看看2-6的比分，我瞅呢，刚才应该说还是八神啊发挥的稍微好点，而叶枫这一局居然上了一个叫 Diamond 的一个人啊，大门武大郎啊，就这个人真是。咋说呢啊？就是裸杀也不行，是裸杀也不行，是无限连也没有。其实打八神有无限连撞，但是这个不是无限连撞啊，无限连这是震。可是这个震吧，它咋说呢？它反正是你八神倒地受身，你震电倒行啊，但是八神倒地受身的话，你就震不着了啊。好了，看现在这特瑞一上来就是撞啊。其实我在想，这个规则如果不让叶枫用这个社会玩法，假设不让叶枫用裸杀无限连，然后呢臭臭让用的话，不知道他俩的战绩应该是什么样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太失衡了啊！咱们看这个，当然说失衡，叶枫也挑衅了。如果说俩人都带的话，叶枫打臭臭，我估计让个8，让7，让8行，让9肯定是白扯啊！你看你这玩意儿，这个游戏吧，它越变态的话，你越失衡。你不一定啊。你再牛逼的，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那个玩撸啊撸大神，你再牛逼是不是？你说我让你几个塔，我天，那真是扯啊！我上来让你多少钱？咱们看叶枫开始逗小孩玩，哎呀我操！哎呀！好的啊，这个有点玩火，但是咱你瞅我这臭手啊，怎么看？好的啊，这叶枫，我感觉叶枫的想法真是啊，两个人应该是要测试这个连招啊，俩人应该要测试看看这个臭臭的这个节奏好不好。看起来啊，其实要说打死人、打不动的人连招的话，这些高手啊，就包括2线，就包括某些所谓的3线顶啊，其实。这个对吧？都连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是这主要还是竞技的问题，主要还是就是打死人的时候，对吧？你打死人的时候你咋都行，你打活人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好比什么呢？你看你搁那射箭，对吧？射击，你看着那个目标往那一放是个死人，一个小木头人，你射你射到头，你咋射都行。要是你骑着马呢，对吧？你骑着马，然后对目标也在骑着马呢，是不是？那是不是啊？那。很难呐！你看古代的时候，你说像什么那个什么吕布、黄忠
啊，又什么那个又什么夏侯渊这帮人啊，就是骑射功夫非常好。对啊，那对手也是在骑着马，你也在骑着马，两个目标都在动，你瞄得准，射中对方头啊，对吧？射中眼睛啊什么的，那专业啊，这都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哎，咱们看一下，一失误成千古恨啊，这臭臭也是醉了啊。那这就随便挑衅啊，这给自己家的这个角落里，2-7之后，看来这个开局看起来又双晕。好了，双晕是屌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个，主要呢说，你比如说我撞你，我就能给你撞死，对吧？我撞着一下，一般人就小孩，我觉得小时候游戏厅小孩撞了一下无限连都保，至少我小时候是保啊。现在你看我玩键盘，我不是很保，因为这个，因为我这个站轻手那个掌握不是很好啊，我下轻手的没问题，但有的时候打得远，你比如说对方发赢的，你直接一撞，那远确实是没招啊，就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你像这个，你关键是你怎么撞到人？你比如说，你像你带社会玩啥的，你打老 K， 你信不信你就撞不着人？就好比那个龙2的踢杀，咱就说带龙2带无限连的，你看龙2那个踢杀打老 K 或者打灰灰，有多少次能踢着，对吧？没准赢的都不是靠踢着，是靠劈边的下重手，啊，不以踢着为目的。那当然，可能玩法也是那么回事，因为一旦踢着了，你也连不了无限连，可能也就诱惑力没那么大，不钻。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这玩意儿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踢着了啊，奔着踢着了使劲儿，对吧？人家就发现你的这个，对吧？发现你的那个目标了，知道你要怎么打，那你这么打，我完全不用屌你啊，我只要卡住一个安全距离，你就没问题的。我卡住这个安全距离，你怎么打我，对吧？啊，就还是那个意思啊，就什么样的玩法有什么样的对策，该玩的好的人他什么规则都玩得好。当然呢，如果说你带无限连，人家不带，你俩相差的这个技术，你比如说你像臭臭打我带无限连，带什么都带的，哎，比到超八神我都带的，你看啊，对吧？那我都带的，那我也打不过他。可是呢，如果要是说你让他去打这个像他去打什么叶枫什么的，打老 K 什么的，你说如果他带超八神，这帮人不带，那我估计他们也白扯，臭臭估计能赢。尤其是超八神这个人，你看啊，就是如果说你看这抓着就是死，鬼波的重手前一手，推杀3式必晕啊，这必晕的招可以挑衅都可以啊。但如果说正常来讲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打死了之后呢，可以选择用必杀结尾。你用必杀结尾呢，下一次上来之后呢，你的气儿啊就没有气儿，超八神反而厉害一点，可以刚 CD 一下啊。哎，好的，要裸，但是我告诉你，你打大门，我告诉你裸不好裸，大门跳重腿可以那什么的啊，这不相信啊。好了，连续的跳地，这个大门其实大门要说玩超八，哎，漂亮，这也死了。这个因为有一个跳地作为起手啊。哎哥，他要接必杀都好啊，刚才那种情况应该接必杀的啊。他跳地起手的话呢，就有一个重攻击，然后挡拆，就算是。你就记住2个重攻击加重手前手加3式必晕啊，那就必晕，啊，漂亮，好的，这一局这大满贯重手前行手升龙。其实我一直在想超八神的百合惹有啥用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好了，这一局超八神也不一定。好的，果然是被空中落地抢抓。这么说来哈，就是说超八神这个人物呢还是变态的。你要让他用，你让老 K 玩。你让臭臭打，我相信臭臭一定会赢啊！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而臭臭这局上的猴子啊，咱不知道是图啥，但是这个猴子呢，要是打无规则的话，猴子也有无限连，但是哪有那么简单啊？就是难度太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猴子的裸杀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要约，哎呀，你这猴子是补血胶囊，兄弟啊！这个是补血胶囊，哥哥。你这一下不一定了，八神没准会赢的。你别看这个特瑞现在有气儿，特瑞现在的气儿呢，其实也就防止被对方压制或能量闪身。真正要说打这种 S 级高手，你有气儿没气儿，人家打法会变的，知道吗？啊！然后看这个八神，现在特瑞暴气明显就是开始一点去磨这个八神的血量了，根本就不是说为了撞了，他的心态也变了，知道吗？啊！来，你这不是找死吗？不可防御波压起身，哎你被打一个波不会晕呢，大哥，
你被打一个波，你也不会晕，你飞点后闪，然后被对方追过来掏裆手接葵花，2比9。这超八神打下的江山，瞬间让我臭给断送了啊！这也是醉了，反正是2比9的比分。看看我风啊，我风也是心情打拔的了啊！啊，动。好了，看看选人的话怎么选。好了，大门直接一开啊，这确实是屌啊！好了，面对超八神，阿里玛臭吧！哎，这不是上来送死吗？鬼过来重手抓，鬼过来重手前一手，葵花3式。好了，接波也晕。哎呦我去，是屌！好像是超八神这个鬼步，好多玩家问鬼步怎么鬼，其实就在你没有气儿的时候，然后练必杀，然后压键往前，摁住方向，它就往前走。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超八神或者八神啊，抓过来，在抓的扔出去的一瞬间，那个时候呢，你还不能练招，那时候你练的招就是提前输入指令，知道吧？啊，然后你摁住轻手往前走，然后重手再跟抓，后闪身一个阵，跟八神的起身速度是一样。咱们可以看到大门啊，大门为什么这个打你可以看到打超八神，为什么超八神这么快就死了？超八神呢，它有一个弊端。它就是整个游戏当中，你把所有人都算上，他的防御力是最低的，没有人比他防御力再低了啊！这个超八人、超莉安娜，这两个人呢，就是因为他是超人，所以防御力特别低。你看那些什么视频里面啊，就是秒杀啊，比如说像一套招能连死一个人，为什么要连这个超八神、超莉安娜？就是因为这俩人防御力低。哎，你要是说你连那个，你给我连个大蛇我试试，连不了啊，就是。非那个循环性无限连的连招，连大蛇你连一套招一套死，根本连不了啊，血太多啊！好了，看这特瑞，这一个大门上场，超八神给切了。其实你看打超八神啊，我这么说吧啊，其实打超八神的话，我倒不觉得这个，我倒不觉得叶枫有多这个我不是叶枫去了啊，不觉得这个的，我不觉得这个超八神有多大优势。如果说什么都带的超八神，确实啊这个优势很大，但是大门这个人呢，他非常钢板。他有很多招判定非常高，像超八神这个人跳得非常矮，他有好多招都得利用跳重腿来起手，他跳得矮，所以说大门呢，反而在某种情况下呢，他封这个八神的跳啊什么的封得非常好。咱们看2比9之后，这一局臭臭也选大门了，一颗气大门面对没有气儿的八神，两个人都满血，这一局也说不定。不过呢，对于我来分析的话啊，还是叶枫能赢，因为这个毕竟4S 的八神啊，最强人物啊要晕。好的，结束了啊，拜拜兄弟啊！哎，这别给我哎，这个逼装的，轻手前轻手接必杀啊，那应该学王庄知道吧啊？那轻手前手接轻手的波，他明显是有点扯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最后呢是获得了一局的这个2局的胜利，应该说啊，也是让8的话，没准还真能赢啊。让9我估计肯定是赢，那个叶枫也不敢让啊。让7可以，下回可以让个7试一试啊。下一场比赛呢，也是这样非常好看的3问，真的是非常精彩。而且这场比赛下一场再预告的话，就是下一场还是这2位选手他俩打的一个传说中的非主流比赛。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小狼，咱们下期再见。